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大刚。上期全员大赛内场上战斗频频，场下也是暗流涌动。很快，第8场比赛开始，率先登场的是有名的相扑选手鬼王山尊，7胜0败，取得资产211亿日元。关凌纯在路口不小心撞到包袱款款准备离开的阿春，竟单手将300多公斤的阿春拎起。此时场内的观众兴奋不已，因为这场比赛的看点关于相扑选手和职业摔跤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赢家。要知道，关凌纯57胜中仅有1败是输给了王马，他在摔跤界可是1顶1的王者，一登场就用发型挑衅了鬼王山。没想到被惹毛的鬼王山不等裁判宣布，一把抓住他的脑袋往地上一灌，关凌顿时翻着白眼倒地。比赛结束了，别忘了关凌可是演技派。于是鬼王山被袭，孤手后摔，关凌开心的对着观众招手示意，鬼王山起身一巴掌扇肿了关凌的鼻梁。要知道关凌可是日本顶尖摔跤选手，现在他居然被压制了。鬼王山抱擒住关凌，在猛推之下，关凌的后背撞碎了墙壁，他没办法挣脱，被连劈带砍的砸了脸，乖乖脑浆都要被锤出来了。鬼王山没有收手，他 A 上去了，这掌打裂了墙壁。关凌纯从空中跃起，相扑和摔跤完全不同，摔跤可是3维打法，只要关凌纯想，他可以从任何角度攻击鬼王山，但传统相扑只有平面博弈。两名重量级选手的战斗彻底挑起了观众的热情，他们你一拳我一掌，谁也不退，谁也不服。西平社长看向金井，见他紧盯比赛台，心中了然，关凌纯身上有值得金井学习的东西，就看他能不能在这场比赛中悟出来了。赛场上，关凌接下了鬼王山的所有拳头，不反击的态度惹怒了鬼王山，但这就是关凌的摔跤之道。说罢，关凌举拳还击，鬼王山试图再一次爆撞，可这一次他竟然抱不动关凌了。关凌纯准备反击，不曾想鬼王山还留有后手，关凌脖子一疼，瞬间翻着白眼，瞬间倒地。相扑选手居然用了踢技，鬼王山从小就在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相扑选手锻炼成这样，却只能用最简单的几招？后来他发现还有另一种相扑是属于他的真正的相扑之道。关凌被鬼王山揪着头发暴打，拳头不断落在关凌脸上，有职业选手十分不满，这也算相扑？但事实上，相扑最开始的起源于是中国的古代摔跤技，后在日本成了相扑。古法相扑中是可以使用踢技决胜的。关凌纯并不退去，在多次进攻下也丝毫不防守，甚至露出了狂笑。赛场边的阿春目瞪口呆，关凌纯怎么笑得出来？但事实上，相扑追求速战速决，可在全院大赛异常激烈的决斗中，想要速战速决几乎不可能，更不要说鬼王山用的还是古法相扑，回拳踢技损耗实在过大，他浑身上下都冒出了白烟。关凌还饶有兴趣的想，这次比赛结束后，要是鬼王山缩减体重锻炼身体，那这个相扑还能算是相扑吗？关凌上前被对方抓住机会，又是几拳头落在脸上，他趁机伸手拽过鬼王山，手臂锁紧了他的脑袋。心高气傲的鬼王山让关凌想起了还没有成为职业选手的自己，那时他的师傅打地下摔跤，却用着职业摔跤手的规则，充满信念的接下对手所有的攻击。信念和坚持，那一句话打动了关凌。鬼王山挣脱锁头攻击，被关凌指出他没有对相扑的爱。作为真正的古法相扑，不过是鬼王山在相扑的基础上对综合格斗技的拙劣模仿，况且他又不是最强的相扑选手，哪里来的资格否定别人的相扑？鬼王山暴怒，被关凌勾臂翻摔扔出去，但他不但没有被消磨锐气，甚至气焰高涨，俯身准备打出最后一击。两边差不多精疲力尽了。相扑最大的优势在于腿部肌肉，而鬼王山屈膝撞击更是超乎人类动态视力的速度。最强的盾遇上最尖锐的矛，胜者只能有一人。关凌纯硬接了这一招，整个人倒飞了出去。鬼王山赢了吗？没有，因为关凌手上还有一个底牌，他的肌肉在长期殴打下锻炼出了反刺技能。鬼王山撞上他的瞬间，整个大脑都在晃荡，脑震荡导致鬼王山根本站不起来，而摔跤手却从地上站直了身体。关凌举起鬼王山，将他重重砸在地面，这下脑震荡加重，鬼王山只得退场。输了比赛的这位社长却一点不生气，原来在比赛前，鬼王山的哥哥曾来委托过社长，希望能让鬼王山在比赛中搓一搓锐气。关凌纯做到了，但自己也身负重伤。赛后阿春找到他，想知道如今的自己还有机会改变吗？关凌纯哈哈大笑，回了他一句：当然。医院里连躺3人，李仁看着受伤的泽田，虽然2人之前还有过矛盾，但在这一刻，李仁却愤怒地表示，私底下针对实在是太恶心了，哪怕泽田再三拒绝，他也要帮泽田报仇。一天连比8场，全院大赛决定第2天继续开赛，选手们都开始享受赛场上的优势。金井和一赛的对手亚当坐下吃饭，中途因为出赛的伤返回取药。黎明之村的凯种萨博因兴奋地打量着比赛场地，他是明天第1场比赛的参赛者。8头贸易的加奥朗、温萨
瓦多则站在一旁陪着他看。反观隔壁延美重工社长东乡和黄金娱乐社长李乃百合花开，吴加罗罗则与茂吉的妹妹艾莲娜成了朋友。对于吴立安那个人渣，加罗罗称其是无之一族的败类。第一日比赛后的夜晚，只有食鬼蛇王马沉浸在睡梦中，他竟然在梦中和今天的参赛选手对战，在这种比赛中锻炼自己的二虎流，并找准机会破解对方的攻击。击败石原刚三后，下一个对手就是亚当。这个锻炼法叫体外脱离，是他14年前从二虎那里学来的技巧。通过做梦将收集到的选手资料整合，模拟出真实的场地，在梦中不断训练自己的大脑做出反应，每次睡眠都能打8场比赛。14年日以继夜的锻炼，王马总共模拟了4万多场的战斗。而在梦中，他反复训练，比如亚当的肌肉平衡强大，王马的操流型柳无法令他失去平衡，需要用操流型落反反接亚当的拳头，使其无法发挥拳头的力道。再加上金刚型碎铁，一拳便将亚当击溃。就在这时，王马最不愿意听到的声音出现了，食鬼蛇二虎，他打破了王马的意识压制。师傅的角色就是不同，他立刻指出了王马的不足。虽然模拟出了正式战斗中受伤的体感，但和他战斗的对手王马却是一知半解。就算在梦境中模拟出了对手，恐怕也不是对方的真正实力。要打还是要和记忆中的二虎打。虽然这只是记忆中的二虎，但对方还是觉得王马是个笨蛋。二虎是最了解他的人，更是二虎流的创始人。王马等同于在直面自己的所有弱点，师徒两人同时出手，金刚型叠加天火型顺铁，使得两人肌肉紧绷。但王马不擅长使用金刚型，这也是他在对抗杰瑞时没有使用顺铁的原因。王马发怒，起身再次加快步伐，直拳迅速冲向二虎，但这一招是直线攻击，轻而易举就被二虎拿捏了。二虎扣住他的是金刚型铁指，本身用手指固定对方肌肉无法动弹，但王马无法掌握金刚型，所以这一招在他手上一不小心就会拧断别人的骨头。王马再次踢腿扫平了二虎的腿，但二虎竟然利用这个惯性用出了二虎流最后一个形态水天行双鱼之腹，两腿锁住了王马的手臂。二虎流一共4个形态，王马能用天火型和操流型，却不太会金刚型和水天行。这招逼得王马不得不使出御界，在梦中的御界似乎没有任何副作用，尽管他的速度有了提升，但放在二虎面前也毫无作用。二虎一拳将他打飞后，掐住了他的脖子，告诫王马不要太依赖御界，这东西在面对轻量级选手时还有些用，但要是遇上了关凌纯那种对手，简直就是白给。再加上御界真的会要了他的命。二虎告诉王马要相信二虎流，不要一味的使用御界，但王马却异常愤怒。他质问二虎，如果二虎流真的厉害，那他为什么会死？由于情绪太过波动，王马竟然从梦中惊醒。山下和小峰赶紧上前询问他的状况，王马却突然流出了大量的鼻血，他借口说是之前的伤裂开了。山下和小峰劝他去医务室看看，但王马掉头去了厕所，呕出大量血液，这才发现自己是7窍流血。王马终于意识到御界代价的严重了，但他并不在意自己的生命，发誓一定要击败桐生刹那。比赛很快就来到了第2天，被王马发誓要打败的桐生刹那和走廊里向艾琳介绍自己明恋对象的伽罗罗不期而遇。情敌见面没有眼红，桐生刹那只是对伽罗罗发出含糊不清的警告，而伽罗罗本能的竖起了警惕。你们的宿敌关系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指指点点 GPG。